赵西行第3次求娶嫡姐失败后，我爬上墙头喊住他：将军，要不您娶我？我很好娶的。他神色微正，然后婉拒了我。谁知春日宴上，我与他狭路相逢，他脸色潮红，声音沙哑：帮我！我后退一步，连忙摇头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我待字闺中，即将婚配。将军的性命固然重要，但远不及小女子的清誉重要。我看长公主正四处寻您，我这就喊她来帮您。她身形不稳，咬牙道：我会娶你，可以了吗？我立马上前扶住她。将军早说啊，看您都出了这么多汗了，我这就帮您。她震惊：就在这吗？要不寻个僻静之处？不用呀，这里就行了。说着我解开衣带，踮起脚尖。他认命般闭上眼睛，栖身下来。好，你别后悔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赵西行话未说完，就被我塞了一颗清热解毒丸。将军含化他，便可解了药性。静默片刻，他满脸潮红褪去。他忽然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就这？我愣住。不然呢？将军在期待什么？他猛地咳了一声，别开脸。明明要笑解了，耳朵却还是红得厉害。随后他像是回过神来，你没看我？江姑娘既然有解药，直接给我便是。我定重金酬谢，何必又扯男女授受不亲？我皱眉，这人怎么倒打一耙？难道还想反悔不成？将军这话好没道理。您方才站都站不稳，我若直接递给您，您拿得住吗？总得我亲手喂您，是不是？手碰到了，不也算是肌肤相亲？我虽不如嫡姐尊贵，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家，岂能与外男拉拉扯扯？他一时语塞，尴尬地转移话题。你怎会随身带这种药的解药？目光落在我方才解开尚未系好的衣襟上，眼神又一暗。解药被我放在贴身处，宴会衣物繁重，只能解开衣带。我转身将衣带系好，才说道：将军久不在京城，或许不知，长公主殿下行事向来荒唐，她的宴席，我们大多会备着些解药，以防万一。再说，世上哪有什么非得那般才能解的药，多半是让人浑身无力，方便长公主为所欲为罢了。话音刚落，远处便传来长公主娇嗔的怒骂：人呢？本宫寝具都备好了，竟让本宫的大将军跑了。我还未回神，已经被赵西行抱起，藏身于树枝之中。长公主带着一群随从匆匆寻来。公主放心，那药猛得很，能药倒一头牛呢。奴才还特意加倍了药量。长公主声音不耐：那你说，人跑哪去了？还不快给我去找！奴才这就去找。旁边一个宫女小声问：公主为何独对赵将军念念不忘？都说他面相凶恶，粗鲁不堪，京中小姐们都躲避不及呢。长公主嗤笑：小丫头懂什么？闺中乐趣，岂是那些绣花枕头能比的？你是没瞧见赵将军那臂膀，那腿啧，本宫还瞥见过他胯下。他压低声音比划了一下，引得宫女惊呼脸红。真的吗？哼，本宫阅人无数，本宫的眼就是尺，还能有假？我下意识往身旁那人身下瞟去，却被赵西行瞪了回去。我立刻缩回视线。真小气，给长公主看不给我看。直到长公主一行人骂骂咧咧地走远，她才揽着我飞身落下。她松开手，退开一步，神色已恢复冷静。今日之事多谢江姑娘，告辞。眼看她要走，我急忙拉住她衣袖。将军就这样走了？说娶我是骗我的吗？她脚步顿住，眉头微皱。江姑娘，赵某不是言而无信之人。我攥紧衣袖，不肯放。你我也就见了几面，我哪知你为人如何？你若一走了之，我也没办法伸冤。我的清玉。他似是无奈，从怀中取出一枚玉佩，郑重放入我掌心。玉佩上刻着西行二字。江姑娘这下可否放心？我握紧玉佩，笑眼弯弯。放心，将军一表人才，顶天立地，肯定不会言而无信的。他嘴角抽动，最终转身，大步离去。
我冲着他的背影挥手，不忘低声叮嘱：赵将军，我等着你来娶我哦，可以快点来哦。前几日，我看到赵西行第3次被嫡姐拒之门外，他站得笔直，听嫡母的客套话，沉默的告辞。我第一次见他求娶，是3个月前，嫡母瞧着他军功厚，赏赐多，便答应了下来，更是在嫡姐面前将赵西行夸得天上有地下无。嫡姐春心荡漾，偷偷跑去军营外想瞧一眼未来夫婿。谁知那日赵西行刚操练完，满脸虬髯，黑得像块炭，身上还带着一股子血腥和汗味。嫡姐只看一眼，就尖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醒来后哭天抢地，宁死不嫁。父亲无奈，只好出面退了亲。赵西行没闹，只是隔了一阵又来提亲。这次他收拾得干净了些，穿了京中时兴的锦袍，甚至好像还白了一点。但嫡姐依旧嫌弃他满脸虬髯，太过魁梧，没有文人风姿。第3次，他带了更多聘礼，姿态放得更低。我看着他接连被拒亲也不恼，还会顺着女子的心意去改变自己。除了黑了点，壮了点，胡子多了点，简直是难得的良婿。所以当嫡姐嘲笑我，既然你这般羡慕，我让给你好了，这般粗俗的武夫倒也配你。我便开心地爬上墙头，问他要不换个人娶，然后被他拒绝。嫡姐得知后，笑得花枝乱颤，哈哈哈哈，江寒月，连我不要的男人都不要你，你就乖乖地给张员外做妾吧。听说他刚过50大寿，慈祥得很呐，定会好好疼惜你。我在家中无依无靠，生母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姨娘，生下我后便一命呜呼了。父亲是礼部侍郎，妾室子女一大堆，庶女多是养大了送去给权贵做妾，换取利益。庶子们还好，还能一同读书，所以我一直乖巧懂事，在嫡母面前谨慎讨好，只想让日子好过一点。可长大了，终究逃不过做妾的命运。我苦练琴棋书画，盼着能有一丝展露的机会。可是只要嫡姐在，我就永远被摁住做陪衬。即便偶尔靠容貌吸引了些许目光，但听到我是江侍郎家的庶女，便都望而却步。爬墙问嫁是孤注一掷，春日宴救他亦是。原本我也只想着卖个人情，求赵西行帮我物色个靠谱的夫君，谁知他直接开口娶我。我捧着玉佩，开心地在床上打滚。嫁出去了，我把自己嫁出去了，不用给那50岁的张员外做妾了，真好。第2日，我听闻他又来提亲了，我还以为要再过几日。我穿上最好的衣裳，匆匆赶往正厅。刚到门口，就听见嫡姐不耐烦的声音：赵将军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无意于你，你求娶10次100次，我都不会答应，你死心吧。嫡母在一旁拉着他：瑶儿，少说2句。父亲打着圆场：赵将军莫怪，小女被娇惯坏了，不懂事。厅内气氛僵持，赵西行背对着我，身姿如松，一言不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迈入门槛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回过头看我一眼，随后转向我父亲：江大人误会了，赵某今日不是来求娶贵府大小姐的。他抬手指向我，带着一丝笑意：是求娶贵府6小姐江寒月。出嫁那日，院子里吵吵嚷嚷，这时嫡姐却闯了进来，绕着我一圈，嗤笑：捡了我不要的，还真当宝了。你以为赵西行是喜欢你，不过是被我拒了3次，恼羞成怒，随便抓个人充数罢了。我对着铜镜，将最后一只珍珠步摇簪好，没搭理嫡姐。喜欢，我从不敢奢望，我只是不想嫁给50岁的张员外做妾，换个人来娶我也行。只是嫡姐在我耳边喋喋不休，实在聒噪。我抬手打开妆帘最底层，里面是赵西行送来的珠钗。我拈起2只镶嵌着红宝石的金钗，故作苦恼：姐姐来的正好，快帮妹妹瞧瞧，待哪只更衬这嫁衣。将军送的太多，倒让我挑花眼了。你，嫡姐气得眼红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野鸡就是野鸡，就是插满金钗你也变不成凤凰。我不语，又拿起一对剔透的翡翠玉镯，套在手腕上向他比了比。
他气得指尖都在抖。江寒月，你别太得意。嬷嬷及时出现，半劝半拉的把狄姐请走了。真可惜，我还有对东珠耳坠还没给她看呢。喜房里红烛高燃，盖头被挑开时，正对上赵西行深邃的目光。我还没来得及细看，一股酒气先扑面而来。我轻轻皱了下鼻尖，他立刻察觉，有些不自在的解释：今日高兴，多饮了几杯，平日不这样的。我小声道：没事的。他似乎看出我的拘谨，声音放缓了些：你不必拘束，你我既已拜堂成亲，你便是我的妻，过往如何都不提了，日后我自会护着你。我心口微微一暖，女子婚事多是父母之命，多少女子在成亲这日才第一次见夫君。夫君是好是坏只能看命，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我抬头，真心实意地冲他笑了笑：谢谢夫君。他猛地别开脸，咳了一声：不早了，歇息吧。红帐落下，他吻下来时带着酒气，起初并不好闻。我害怕地闭上眼，身体僵硬。他哑声安抚，动作很轻：别怕。我埋在他胸口时，闻到一股清冽的气息，让我放松了些。只是他吻得我头晕目眩，让我想起出嫁前看的小册子。这就是洞房吗？册子上说会是极愉悦的事，然而我们洞房失败了。我本就怕痛，加之他太过温柔纵容，我便哭得越发肆无忌惮。他撑在我上方，呼吸粗重，额角青筋跳了又跳，而我哭得抽抽噎噎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僵持半晌，他最终颓然躺倒，扯过被子盖住我。好了，别哭了，睡吧，等你准备好再说。接连几日，夜夜如此。他尝试，我哭好，他的脸一日黑过一日。我也委屈，哭得眼睛红肿。这日又失败后，我抽抽搭搭的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皱巴巴的小册子，递给他：要不，夫君好生看看这个。赵西行盯着那册子，表情一言难尽。为何是我学？我小声提议：那一起学。可册子上尽是图画，文字寥寥，说是照着做就行，实际完全不行。看着他越来越沉的脸色，我小心翼翼问他：要不就别洞房了。他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：那我为何娶妻？我试探道：那我给夫君那几房美妾。他气笑了：夫人还真是贤惠大度。那夫人做什么？我为夫君操持中馈，管理家务，府中有礼帛，无需劳烦夫人。那我给夫君绣衣裳，做好吃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叫我不要再胡闹。赵家祖训，不纳妾。何况我既娶了你，就不会再休憩。只是我不是和尚，恐怕要委屈夫人，先忍耐一番了。我郁闷至极，这哪里是忍耐能解决的？我心一横，直接挺尸般躺平，双眼一闭，破罐破摔。既然夫君都这般说了，那来吧，不必管我难不难受，哭不哭，夫君尽兴便好。看着我一副引颈就戮的模样，他揉着眉心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别人家的夫人似乎没你这般。要不你去寻相熟的夫人取经。我猛地起身：那别人家的夫君也不这样，夫君怎不同去问问你的同僚？今晚又是争执不下，气得我半夜踢翻他的被子，让他冻了一夜。只是再这样僵持不是办法。我硬着头皮，以赏花为由，请了他几位同僚的夫人过府。茶过3巡，我斟酌再斟酌，脸颊烫得出奇。诸位姐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我声如文瑞，我有个朋友刚成亲，却与他的夫君洞房不顺。他求助于我，可我亦是心腹，实在无法，只能来求助各位姐姐。3位夫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谁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妹妹的朋友啊，刚成亲，姐姐都懂，让姐姐们给你细说。他们随即你一言我一语，热心地传授起经验来。只是他们说的全是如何婉转承欢，如何取悦夫君，如何假装愉悦留住夫君的心，并非我想要的。
我想要的是女子亦能欢愉。但他们最后笑道：姐姐们明日就差人送些秘籍给你，保管你那位朋友用得上。我红着脸送他们出府，恰遇赵西行回来。夫人们见了他，纷纷掩口笑得更欢了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赵西行一脸茫然地望着我。晚间，他沐浴完，坐在床边，状似无意地问：白日同夫人们聊得可好？可学到些什么？我回想那些取悦夫君的言论，闷闷道：没有。说明日会送秘籍来，到时夫君与我一同研读。他应了一声。我便问他：那夫君呢？问过同僚了吗？他脸色一窘，略显尴尬。问了，他们只说只管自己便可。无用。我两双双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期待着明日的秘籍。只是第二日晌午，赵西行脸色黑沉地回来了。他大步走进房，盯着我，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声音：夫人真是好本事，现在满京城都知道你夫君我不行了。我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声音有点虚：我同夫人们说的是我有个朋友，可没说是我们自己。他逼近一步，压抑着怒火：朋友？你当那些夫人都是傻子吗？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，嘴硬道：再说我也没说谎。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他脸色一沉，又向前逼近一步，滚烫的呼吸拂过我额发：是为夫的错，让夫人误解颇深。他低下头，鼻尖几乎要碰到我。为夫今日便让你亲眼看看，仔细瞧瞧，到底行还是不行。我吓得正要求饶时，门外响起喊声：将军，夫人，长公主殿下府上来人，请您过府一叙。一听长公主三个字，我和赵西行的脸同时垮了下来。我飞快地在心里数了数赵西行的官阶品级，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人。完了，赵西行这将军比长公主还足足矮了3级。我抓起他的手：夫君，要不您就牺牲一下。他瞪我的眼神像是要刀了我。我宽慰着他：夫君，我不介意的。赵西行嘴角狠狠一抽，咬牙切齿：我介意。话音未落，一旁的管家连忙躬身解释：夫人误会了，长公主殿下特意吩咐，今日只请夫人过府一叙。我腿一软，差点没站稳。赵西行连忙伸手扶住我的腰。这下更完了。去公主府的马车上，我死死攥着赵西行的袖子：夫君，你待会儿一定不能走远，就在府门外等着，最好找个能听见动静的地方。我要是超过半个时辰没出来，你就想办法闯进来救我。夫君，你听见没有吗？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的哦，绝对不能哦，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赵西行终于忍无可忍，抬手轻轻捂住了我的嘴。他语气无奈道：知道了，我会守在附近，若有异动，立刻进去救你。他的手心有些粗糙，却意外的让我安心。长公主府奢华的晃眼，我一步3回头，磨磨蹭蹭的被宫女引到一处暖阁。长公主慵懒的斜倚在贵妃榻上，一个俊美的面手正将葡萄喂到她唇边。我战战兢兢的行礼，头埋得低低的。听说长公主没看我，慢悠悠的开口：赵西行，不行。我头皮一麻，正想着要不要维护一下赵西行的尊严，只是长公主又一声，我便立马屈服。回殿下，确实不太行。长公主终于瞥了我一眼，秀眉微蹙：哪里不行？我脸疼得红了，支支吾吾：就那不行。长公主猛地一拍软榻扶手：跟本宫打哑谜呢，说人话。我吓得一哆嗦，但想到赵西行还在外面，总不能把他脸面丢尽吧。我心一横，小声道：臣妇只能跟殿下一个人说。长公主挑了挑眉，挥了挥手，众人立刻退下，暖阁里只剩我们2人。我挪了过去，附在长公主耳边，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把洞房的惨状说了一遍。长公主听完，撑着下巴：哦，也就是说
不是他不行，是你不行。我急了，怎么是我不行？这种事不应该是他。长公主眼睛一亮，拍手笑道：两只童子鸡啊！我脸颊爆红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他突然凑近，用手比划着，兴致勃勃地问：有这么大，这么长吗？我啊了一声，双手捂脸，羞得说不出话。天啊，他怎么能如此面不改色地说这些？只是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回想了一下，好像是有点。我双手捂脸，结结巴巴地说：大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比大小。长公主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你这小丫头真是暴殄天物。罢了，今日本宫开心，就教你一回。她轻轻拍了拍手，一群赤着上身的精壮汉子鱼贯而入，占满了庭院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肌肉奔张，线条分明。我死死捂住眼睛，指尖烫得厉害。长公主却笑着拉开我的手。怕什么？她命人将纱帘完全卷起，让庭院里的风景一览无余。长公主像个鉴赏家，从左到右指过去。喏，这个腱子肉漂亮，那个腰力应该不错，看看你喜欢哪一款？我的手被她攥着，视线被迫扫过那些充满力量感的躯体，直到我瞥见一个身影，宽肩窄腰，背肌流畅，那轮廓竟有几分像赵西行。只多看了一眼，就被长公主发现。哦，她红唇勾起，指向那个汉子：你上前来练一套给将军夫人瞧瞧。那汉子应声出列，拿起一旁的石锁，虎虎生风地操练起来。汗水顺着他鼓胀的臂膀滑下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长公主凑近我，气息拂过我耳廓，就知道你喜欢赵西行这款，胆子小，眼光倒是不错，本宫也喜欢这款。她突然挑起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起头，吓得我屏住呼吸，看着他，仔细看他的每一处。他隔空缓缓描绘着那汉子身体的轮廓，从宽阔的肩背到紧窄的腰腹，那目光太过露骨，让我面红耳赤。他突然低声说：有一点，你倒是与旁人格外不同。我下意识问：什么？他轻笑一声：你会想着自己也要欢愉，而不是只琢磨如何取悦男人。我有些茫然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长公主语气淡了下来，带着几分嘲弄。不正常，世间规训女子以夫为纲，在床子之间亦是如此。她们看重夫君的畅快，从不在意自己是否的去。多少女子一生都未尝欢愉，甚至忍受痛楚，还要假装愉悦来维护夫君那可怜的自尊。而这些规训往往出自上一代女子之口，她们说忍一忍就习惯了，甚至把痛都当成了本该如此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殿下，你也会这样吗？他嗤笑一声，曾经会，但现在不会了。他的指尖轻轻划过我的脸颊。江寒月，你很幸运，幸运的让本宫都有些羡慕了。他顿了顿，凑近了些，让本宫教教你，女子该如何享受欢愉吧。我浑身一僵，想要挣扎后退。不用了。他却按住我的肩膀，红唇几乎贴上我的耳朵，声音又轻又媚。女子若想欢愉，比男子困难得多。他的指尖若有似无地划过我的耳廓。首先，你得先爱上赵西行，若还没爱上他，那就先爱上他的身子也行。不过嘛，他拖长了调子，方才瞧你那样，怕是早就缠上了吧？我脸颊爆红，之后便是了解自己的身子。每个人欢愉之处都不同，有的在耳后。他的手指从耳垂流连到颈侧，又缓缓滑向我的肩膀，轻轻按下。有的在这里。一股陌生的酸软感猛地窜开，我忍不住惊呼出声。长公主愉快地笑起来，呵呵，找到了。她继续不轻不重地揉按着那处，又酸又麻又痒的感觉层层叠叠涌上。我浑身无力，几乎挂在她手臂上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住手，不要！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，声音焦急万分。寒月，是赵西行。他提着剑冲进来，正想要救我，却看见我面色绯红，眼泛水光，
衣衫微乱地瘫在长公主怀里，以及满院子赤着上身的精壮汉子。空气凝固，长公主先是一愣，随即笑得花枝乱颤，非但没放开我，甚至笑着指了指我肩膀的位置。赵将军来得正好，记住这个位置，你家韩月最喜欢这里了。说着，他又坏心眼地按了一下。我忍不住又是一声惊呼。赵西行脸色瞬间铁青，额角青筋暴起。将韩月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挣扎着从长公主怀里站起。夫君，你听我解释。他猛地脱下外袍，将我从头到脚严严实实裹住，然后一把将我扛上肩头，转身就走。身后传来长公主慵懒带笑的声音：江寒月，下次再来玩哦。我被赵西行一路扛回府，丢进床榻。他站在床前，死死瞪着我。我在外面提心吊胆，生怕你出事。你倒好，你在那里，你跟长公主，还有那些，你们……眼看赵西行就要发怒，我心一横，不管不顾地亲了上去，将他未说完的话全堵了回去。他瞪着我，眼含怒意：江寒月，你干什么？我再次凑上去，轻轻啄了一下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？我又亲了一下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再亲一下。我不会原谅你。继续亲。我亲你。我不语，只是一味的亲。起初赵西行还试图推开我，但力道越来越软，到最后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和逐渐变红的耳根。我这才停下来，微微喘着气。现在可以听我解释了吧？他却猛地低下头，含糊地嘟囔：再亲一会。他环住我的腰，将我紧紧箍在怀里，气息交缠，思绪都变得模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手轻轻抚上了我的肩膀。他哑着嗓子：是这里吗？长公主的话瞬间回响在耳边，我浑身一颤，慌忙想去推开他。住手！他却已经在那处肩窝轻轻按了下去。一股熟悉的酸软感瞬间涌了上来，我几乎站立不住。他及时将我拖住，带着几分得意的轻笑在耳边响起。红烛帐暖，这次没有想象中的痛楚，我忍不住发出细碎呜咽。就在那愉悦的感觉即将攀上顶峰时，一切戛然而止。帐内只剩下两人急促的喘息声。我带着一丝茫然。就这……赵西行闻言，身体猛地一僵，他抬起头，眼神是难以置信的受伤。这是意外。他耳根红得滴血。是我不熟练，下次一定。他越说越窘，猛地起身，手忙脚乱地套上衣服。你等着。说完，他几乎是落荒而逃地冲出了房门。我看着他仓促的背影，还有些没回过神，就听见外面传来管家疑惑的声音：将军，夜深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第二日，我满腹心事，悄悄溜去了长公主府。长公主懒洋洋地倚在榻上，眉梢一挑：开荤了。我脸一热，蹭到她身边坐下，欲言又止。她放下茶盏：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本宫看走眼了？她真不行。我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：也不是不行，是好快，都还没怎么开始就结束了。长公主愣了一瞬，随即捧腹大笑。好半天，她才抹着眼角笑出的泪花。第一次吗？毛头小子，正常的很。我疑惑，可那小册子上都说至少半炷香，长的还能一整夜呢。长公主戳了戳我的额头：你不想想那些册子是谁写的？若真折腾一整夜，不得磨破皮，还谈什么乐趣？我仔细一想，也是。若夜夜都像小册子里描绘的那般，铁杵也得磨成针了。长公主呷了口茶：这是啊，不看时长，得看他有没有让你愉悦到。我脸颊发烫，轻轻点头：有是有，但不够。我说完又觉得羞耻，捂住脸：殿下，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长公主放下茶盏，神色认真起来：女子自然也会有情欲，这跟吃饭喝水一样，是天性。你是不是怕被人说淫荡？我抿着唇，
默认了。那你不妨想想，若是男子觉得不够，世人会怎么说？我愣住。长公主笑着说，世人只会赞他勇猛，还会跪求秘方，只盼自己也能那般勇猛。你可知药堂里卖的最多的药是什么？我如同被点醒般，怔怔地看着他。长公主见状，挥了挥手，侍女奉上一个描金的小匣子。她朝我眨眨眼，若赵西行实在不行，你也不能亏待自己。诺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我打开匣子一看，脸瞬间红透，猛地合上，想要丢掉，却被长公主硬塞回了府。我做贼似的将它藏在了衣柜最底层，心还砰砰直跳。刚松了口气，身后就传来赵西行的声音：藏什么呢？他不知何时回来的，带着一身淡淡的药味。我吓得一哆嗦，结结巴巴：没什么。他眯起眼，显然不信，一步步靠近。真的，伸手就要去开衣柜。我慌得不行，拦又拦不住，情急之下只能用绝招了，亲了上去。本以为能像上次一样蒙混过关，谁知他随即反客为主，一把扣住我的腰，加深了这个吻。吻到意乱情迷时，他直接将我抱起，满脸写着要一雪前耻。而这一次，他确实没让我失望。我瘫软在他怀里，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长公主给的那个小匣子，怕是用不上了。夫君没有不行，他可太行了。羞无脸。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赵西行身上总带着股药味，膳桌也全是各种十全大补汤，补得我口干舌燥，竟直接流了鼻血。晚上更是不得安生，他夜夜勤勉，我带着哭腔求饶：不要了，夫君。他却吻着我的耳垂，哑声哄骗：乖，再来一次，为夫觉得还能更好。我想逃，却总被他捞了回去，捐进怀里。最后我实在受不住，又一次逃到了长公主府。长公主见我眼下发青，脚步虚浮，笑道：哟，怎么像被妖精吸干了精气似的？我揉着酸软的腰腿，还没想好怎么诉苦，就听见外面一阵喧哗。赵西行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：殿下，请江晨的夫人还来。只是我一见他，就吓得躲在长公主身后。若回去，我怕真要死在那床榻上了。我抓着长公主的衣袖：殿下，我不走，您千万不要赶我走。见我如此，他脸色更沉，咬牙切齿：江寒月，你有我还不够吗？你……话没说完，他脸色猛地一白，随即噗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晃了晃，直挺挺向后倒去。夫君！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扑到他身边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快救救他！我还这般年轻貌美，我不想当寡妇啊！长公主也收了看戏的神情，连忙唤人。太医被急匆匆请来，为赵西行诊脉。良久，太医捋着胡须：将军这是体虚啊！体虚！赵西行原本苍白的脸瞬间铁青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噗嗤！长公主一个没忍住，笑出了声，肩膀抖得厉害。太医安慰道：将军请宽心，体虚只是一时的，房事节制，切勿再服那些虎狼之药，静养7日，便可无碍。我一听没大事，连忙道谢：多谢太医。太医点点头，看了我一眼，补充道：将军夫人一样，请节制。我的脸再次爆红。长公主忍着笑，挥挥手带着众人退下。我戳了戳躺在榻上装死的赵西行：夫君还好吗？他闷闷的声音传来：为何要逃？我瞪大眼：能不逃吗？再不逃，我就要成为人干了，身体早就受不住了。他耳根泛红，侧过脸，声音低了几分：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：我说了呀，我说不要了，我说够了，你哪次听了？你还变本加厉。他咳嗽2声，带着歉意：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他顿了顿，轻轻拉住我的衣袖：那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看着他苍白着脸，我心一软，
回去也行，但是夫君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条件？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扳手指。第一，房事得尊重我的想法，我说停就必须停，不许再说什么最后一次很快就好之类的鬼话。第二，不许再偷偷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补药了，药膳什么的也都撤了。第三，每次从军营回来，必须先用澡豆洗漱干净，我不喜欢汗味，还有亲我得先漱口。他点头，依你。最后我盯着他下巴那圈碍眼的胡子。第四，把你这大胡子给我剃了。赵西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前3个都行，第4个为何？这胡子我留了多年。我撇撇嘴，我不喜欢，而且你亲我的时候，胡子扎得我脸生疼。他摸了摸胡子，又看看我抱怨的神情，挣扎了许久，最终叹了口气。行，剃就剃。我们各自提着太医开的7包药离开了公主府。我还睡得迷迷糊糊，习惯性的翻了个身，却发现身边空了。夫君，一个轻柔的吻落在我唇上，一点也不扎人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待看清眼前人，瞬间清醒。赵西行的大胡子不见了，下颌光洁，线条利落，露出原本被掩盖的俊朗五官。我直接看呆了。他低笑一声，又俯身在我额上亲了亲。时辰还早，再睡会儿，晚上带你去宫宴。直到他转身出了门，我还没回过神。侍女端着热水进来，脸红扑扑的。夫人，将军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院里的小丫头们看直了眼。我的心砰砰狂跳，捂着胸口倒在枕头上。完了完了，不仅是身子，就连这张脸都是我的喜好。不行，今晚有宫宴，必须好好捯饬一下他。京中美男子必定会有他一席之位。赵西行从军营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被我推进了净房，换上我给他准备的月牙白锦缎长袍，腰束玉带。他身姿挺拔，气质清贵，哪还有半分昔日粗鲁武夫的影子。我围着他转了2圈，满意的直点头。宫宴上，当我挽着这样的赵西行出现时，原本喧闹的大殿瞬间安静了几分，无数道惊艳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。无论谁来跟我寒暄，我3句不离赵西行。李夫人今日这簪子真别致，哎呀，与我夫君今日佩戴的玉簪相似呢。王姐姐看到我夫君了，是不是比探花郎还要俊俏几分？张夫人安好，您怎知我夫君貌比潘安？长公主实在看不下去，敲了敲我的脑袋。收起你这副嘴脸，孔雀开屏都没你厉害，就知道炫耀。我护着头傻笑。殿下，我夫君好看吗？可惜是我的啦，嘿嘿。长公主没好气地白我一眼。别人若得了块美玉，都恨不得藏起来不叫人看见。你倒好，带着到处晃悠，生怕贼不惦记是吧？说着，他用扇子悄悄指了指不远处。我顺着方向看去，心头一跳。我那嫡姐江思瑶笑意盈盈地站在赵西行面前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长公主压低声音，听说赵西行一开始求娶的，可是你这位嫡姐，被连拒3次都没放弃，痴情的很呐。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垮掉。长公主见我耷拉着脸，哼道：“3心2意的男人要不得。男人吗？多的是，改日来我府上，送你几。”她话没说完，我已提着裙子朝那边走去。还没走近，赵西行便回过头来，看到我，他脸上瞬间绽开笑容，快步迎上来，揽住我的腰。夫人，只留下江思瑶站在原地，笑容有些僵硬地看着我们。我扯出个假笑，走上前，姐姐也在啊。江思瑶走近一步，凑到我耳边，威胁我：江寒月，你若识相，就自己乖乖降为妾室，我还能容你当个良妾，不然等我出手，定让赵西行休了你。我皱眉，我知道江思瑶傻，但不知道她能傻得那么天真。我白了她一眼，拉着赵西行的胳膊问：夫君，姐姐说你要休了我？真的吗？赵西行脸色骤变，绝无可能。夫人莫要听信胡言。他转向江思瑶，呵斥道：江小姐，请你自重，莫要破坏我与夫人的感情。今日之事，
赵某会如实禀告令尊，希望令尊能好生管教女儿。姜思瑶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跺脚走了。我却还是板着脸看赵西行。他连忙举手发誓：夫人，我对天发誓，从未有过休弃你的心思，以前没有，以后更绝不可能。他就是嫉妒我们夫妻恩爱，想要离间我们。看他焦急解释的样子，我却还有股闷气。宫宴结束后，长公主让人送了个锦盒，打开一看，尽是复兴将军后悔莫及，将军追妻火葬场和离后将军他疯了之类的话本。赵西行凑过来一看，脸色一黑，别看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说完就要叫人烧了。我没理会，转身不再看他。他低声问：怎么啦？还在因为姜思瑶的话不高兴？他把我身子搬过去，认真地说：韩月，你信我，我绝无二心。我忍不住还是问出了口：夫君当初为何会求娶她？还求娶了3次，将军可真够痴情的。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酸溜溜的，像个怨妇。若是从前，我根本不会在意，只要他娶了我，给我正妻之位，我们相敬如宾就好。可如今，就是想起那些事，就气得咬牙。赵西行沉默了一下，才解释道：刚回京时，族中长辈催我成家，我本无意早娶，直到有一日路过江府，听见一阵琴音，磅礴开阔，让我想起边疆落日，心中向往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平静。我问随行的人，这是谁弹的？他们都说江家大小姐琴一经中一绝，定是他。我想，既然要娶妻，不如娶一个能弹出如此境界的女子，便上门提亲了。谁知他并不喜我，就因为这，竟如此草率。我又忍不住翻旧账：那你既然不是对嫡姐情根深重，为何我那日趴在墙头让你娶我，你又要拒绝我？他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：婚姻大事，岂能如儿戏？即便我心中愿意，也不能在你嫡姐刚拒婚后就随口答应娶你，那样太不尊重你，也会让你落人口实，名声受损。我本想过几日再寻个由头，郑重上门向你提亲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可越是明白他的心意，心底就越不安。我低下头：夫君，要不你先给我一封和离书吧。他一愣：为什么？我心中泛起酸涩：你本无意娶我，是我逼着你娶的。他急忙反驳：不是的，是我中药，你救了我，我理应对你负责。我摇摇头，最终还是将藏在心底最深的算计摊开。我看见长公主的人在你酒里下药了。如果我真想救你，我明明可以当场提醒你，而不是看着你喝下去，再算好时辰地点去救你。赵西行，我算计了你，我这样的人。话没说完，他却打断我：我不介意。我愣住，他捧住我的脸，拇指擦过我不知何时湿了的眼角：你算计我，必有你的苦衷。何况若非如此，我怎会阴差阳错真的娶到你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宁愿再被你算计一回。我的脸烫得厉害，可那份不安仍在作祟。那也要写和离书。万一你以后遇到真正喜欢的人，我才不要被你休弃，我要和离，还要分走你一半家产。这次他没再让我说下去，俯身用吻堵住了我的嘴。你怎么可以？他不管，继续亲。和离书，他追着亲。不许亲，他却吻得更深。他亲到我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，只能瘫在他怀里细细喘息。他在我耳边低语：和离，想都别想。我嘴硬，声音却没了力气：你管不着我。他突然低头在我肩膀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，我敏感的一颤，叫出声啊。他得逞的笑，手滑进我的寝衣：你看我管不管得着？住手！他喘息着，吻落下来：那可不行。住嘴！那更不行了。赵西行看着怀里累极睡去的女子，轻轻拂开她汗湿的额发，吻了下去。他其实没有告诉她，早在那个午后，他听见琴音循声望去，看到了模糊侧影。
后来他爬上墙头，眼睛亮晶晶地问他娶我吧时，他就认出了他，又一次心动了。正因为心动，才不愿草率。春日宴时，他一直偷偷看着他，即便中药，他神志昏沉，却还是朝他的方向跑去，盼着能遇见他。他知道他的不安，所以那份和离书他会写给他，只为了让他安心。但他绝不会让他有机会用上，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慢慢让他安心，让他爱上他。睡梦中的人无意识地往他怀里蹭了蹭，嘟囔了一句模糊的梦话。赵西行轻笑，又亲了亲，将人搂得更紧。等我醒来，浑身酸软，身边已经空了，挣扎着坐起身，却发现桌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封信。那封写着所有家产归我的和离书，被我小心翼翼收在装帘最底层。奇怪的是，有了它，我反而彻底安心了，再不用像在江府时那样日日提心吊胆，看人脸色。我的日子变得无比快活。白天，我时常溜去长公主府，跟她品茶闲聊看面首；晚上则与赵西行厮混。许是没了心理负担，长公主的点拨加上自己的钻研，这闺房之乐竟是越发和谐美妙。不少夫人偷偷拉着我，红着脸求教秘诀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大家婚前看的小册子都跟我当初那本一样，尽教人如何取悦男子，半点不提女子自身。我索性将自己实践所得，连同他人经验细细画了下来，还配了注解。谁知这小册子一经传出，竟被争相传抄，俨然成了闺阁秘籍。这日，长公主摇着扇子，指着案几上的册子：“韩月啊韩月，你倒是青出于蓝，如今连几位郡王妃都求到本宫这儿，想要你的真迹呢。”我刚想谦虚两句，忽听庭院里传来砰砰的闷响。探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劲装的女子一脚踹飞了纱带。长公主扶额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本宫看看这位吧。”她招手将那女子唤来。女子约莫17、18岁，眉眼英气，见到长公主，规规矩矩地喊了声：“姐姐。”长公主指着我，对那女子说：“诺，他就是你一直想见的大师，那些册子都是他画的。”女子眼睛瞬间亮了，冲上来握住我的手：“大师，救救我！”原来这吕小姐也与夫君洞房不顺，但与我的情况不同，她的夫君极为冷淡，终日忙于公务，甚至不让她留宿房中。成婚1年，竟还未圆房。她苦恼不已，听闻我的大名，才求到长公主这里。我认真听完，十分不解。若是旁人，或许还难些，可吕小姐你天生神力，强上了她，也不是不可吧？噗！长公主一口茶喷了出来，想阻止也来不及。那吕小姐却两眼放光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我更疑惑了：“你们是明媒正娶的夫妻吗？”她用力点头。我理所当然道：“那就可以啊。”她问：“可若他反抗呢？”我想了想，掏出一本册子：“这是我今日整理的捆绑18式，他若反抗，你绑了便是，不伤人的。”吕小姐虔诚接过，又担忧道：“那事后他若生气怎么办？”我拍拍她的肩：“这有何可气？不过是夫妻间的情趣罢了。他若懂事，该感激你才是。”吕小姐恍然大悟，激动道：“大师，我悟了，我这就回宫一试。”说完，抱着秘籍，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。回宫，我脸上的笑容僵住，脖子僵硬地转向长公主：“他刚才说回什么？”长公主用扇子抵着额头：“韩月，我知道你如今胆子肥了，但没想到肥成这样。你可知这京城里能唤本宫一声姐姐的有几人？”我脑子一嗡，腿开始发软。陛下，除了陛下呢？我声音都变了调。皇后殿下。长公主点点头：“你完了，你教唆皇后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”我慌张地跑回将军府，抓住赵西行的袖子就开始哭嚎：“夫君，你的军功够不够换一块免死金牌？”他疑惑：“发生何事了？”我掏出那封和离书就往他手里塞：“和离，我们立刻和离，不能连累你。”赵西行脸色一沉，
打死不肯。追问之下，我才哭哭啼啼地说了今日之事。他听完，半晌才斟酌道：“皇后娘娘素来端庄稳重，应当不会如此行事吧？明日我带你进宫请罪，看看情况再说。”那一晚，我睡得极其不安稳，梦里全是狗头铡。次日，我战战兢兢地跟着赵西行进宫，皇上迟迟未现身。终于，脚步声传来，我低着头，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我抬头，只见皇后脸颊红扑扑的，几步上前就拉住了我的手。看她神情，她真干了，还干成了。我和赵西行面面相觑，这时皇上才缓步从后面走来。我偷偷抬眼一看，只见皇上手腕处隐约露出一道浅浅的红痕，而他眼尾泛着微红，看向皇后时竟带着一丝幽怨。皇后却浑然不觉，还在兴奋地跟我分享心得。大师的法子果真有效，就是那绳索下次要换种柔软些的，不容易留印子。皇上咳嗽一声，别过脸去，耳根却红了。夜里，我轻轻推了推赵西行，小声试探：“夫君。”他迷迷糊糊应了一声：“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红绳，要不要试试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